关于布林肯访华，美国内风向出现罕见变化，需要忍辱负重，再在台海掀桌，为何要这样？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最近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这件事，美方再次重申了多项承诺，外界认为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迹象。最近，布林肯还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演讲，仅从语言上来看，要比以往温和，而内容上，他强调避免和中国展开新冷战，并重申美国的一中原则，不支持台独等对台政策。但是布林肯访华之行在美国国内的风评也是两极化，激进派和共和党批评布林肯势在示弱，会导致盟友不安以及对手的嘲笑。在近日，朝中社就发表了一篇公益力拉满的文章，直言这是挑衅者可耻的乞求之行。但现在美国又有一些非同寻常的声音出现，有美国人指出，美国在鲁莽行动之前需要忍辱负重，暂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。虽然美国在对台政策上一直都是说一套做一套，一边说不支持台独，一边又持续武装台湾，一边说遵循一中原则，另一边持续掏空一中原则。如果换成别的国家，美国都不屑于说一套做一套，比如克里米亚、科索沃等问题。对于美国频繁表态一中原则，美国人认为这是韬光养晦。关于美国为何要忍辱负重，他们还给出了解释。首先，美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，国内工业还不足，军事上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。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。美国这些年来未能投入必要精力来维持并在世界舞台上制衡对手，变得贪婪和短视，而美国正在为此付出代价。看完这段话，第一感觉就是美国人是不是拿错了剧本了？头一次听到美国需要韬光养晦的说法，难道美国战忽局也上线了吗？不说美国人过于自信吧，他能自谦地认识到现阶段打不过我们。你说美国人不自信吧，他居然相信给他们时间，未来就能打得过。不过也有一些讲到了点子上，中美之所以没有演变到当初美苏那样剑拔弩张的冷战时期，归根到底还是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，而且相较于冷战时期，美国这么多年去工业化的恶果也愈发显现。美国人认为，在美国能够重建其国防工业基础，并将足够的力量转移到西太平洋之前，结束一个中国的政策是鲁莽的。但关于美国军事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，大部分人认为美国不可能介入台海，只能说对局势还没有深刻的认识，因为美国不是表面上为台湾而战，而是为了话语权而战。美国要真是在旁边看着，美国在亚太也就再也没了话语权，美日韩同盟直接瓦解，东南亚一些观望的国家也会立马改头换面，美国驻军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事实上，美国和英国一样，都奉行离岸制衡政策。美国远在北美大陆，远离欧亚大陆这个世界核心，需要对欧亚大陆进行干涉，防止自己被完全孤立。所以说，美国不会是为了台湾而战，而是为了击溃中国崛起和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而战。从古到今，没有一个愿意心平气和退场的帝国。从中美接触来看，双方都需要时间，都没有做好彻底摊牌的准备，就看谁做好布局了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